赤柱是香港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，不少人都会到赤柱正滩玩水，想象在国外度假。但除了吃喝玩乐，在这里也可以找到许多富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，例如美丽楼、八间屋、赤柱邮局。今天就带大家逛逛赤柱，了解这里过往的生活面貌。赤柱位于香港岛南边，据说当地以前有许多木棉树，红色的木棉花在阳光照耀下，从远处看时就像是赤红色的柱子，所以叫做赤柱。而英文名字 Stanley 是因为在清朝时，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地的大臣 Edward Smith Stanley， 所以位于港岛的赤柱就有 Stanley 的英文名字。自清朝时期，赤柱便有记载居住的记录。在1842年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后，当时维多利亚城，也就是现今香港中西区和湾仔区一带还没有发展时，赤柱曾经是香港岛的首府，后来才将行政中心改为设于香港岛中上环区。第一站就让我们先去美丽楼。美丽楼在1846年建成，是建成时任军械局长 Sir George Murray 命名，最初用作驻港英军军营，后来在日治时期用作日本军皇宪兵总部。美丽楼拥有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特色，例如西式圆柱和中式金字瓦顶，而柱石的坑洞是二战时期留下来的弹痕。原本坐落于香港岛，也就是现今中营大厦的位置，最初用作驻港英军军营，到了日治时期便用作日本皇军宪兵总部，一部分为囚犯室。据说当时因为超过1000人因为遭到日军严刑拷问而死亡，让美丽楼曾经一度传出闹鬼事件。二战后则用作政府机关，后来为了因应港岛中区的土地需求，美丽楼遭到拆卸。美丽楼在1982年拆卸，3000多块花岗岩被编上编号，后来在1998年重新一块一块的重建在赤柱。而今天我们在美丽楼旁边看到的同昌大鸭柱子，是从油麻地上海街的同名古老当铺拆卸而来。在90年代，因为当地社区进行重建计划，许多建筑物拆卸成为现今的老豪坊。而骑楼同昌大鸭的支柱则搬到了赤柱。第二站，我们往前走就会到蒲公码头。蒲公码头是一个公众码头，名字取自香港第10任总督普利爵士的名字。据说当年造访所有香港的贵宾，例如清朝醇亲王、孙中山、英国爱德华王子，都是在蒲公码头登陆。蒲公码头可说是经历了几次前世今生，它的前身是海事码头，位置在现今港岛毕打街和干诺道中交界。当时的海事总监是海军上尉毕打，毕打死后，海事码头便改名为毕打码头以作纪念。后来在1880年代，遮打爵士一位立法局议员提出维港填海计划，毕打码头就被蒲公码头取代，并由港督蒲公主持开幕礼，也就是码头的名字由来。一开始蒲公码头为露天码头，1903年才有一个临时的草棚盖，但轮船烟囱喷出的火花有可能触发火灾，加上草棚盖日久失修，最终在1909年加盖钢棚顶。而这个钢棚顶是首座在香港采用低碳钢铁结构建的建筑物，整个钢结构工程包括设计、生产和装置都是从英国引进。但蒲公码头始终抵不过填海拆卸的宿命，在中环填海的计划中遭到拆卸，上盖则搬到模式公园用作凉亭上盖。
直到2004年，政府提议在赤柱海滨工程进行计划，将接近100多年的蒲公码头钢棚顶搬到赤柱，设立在美丽楼旁。现在的蒲公码头仍然提供渡轮服务，往来蒲台岛。沿着赤柱湾走，我们会看到一排客家小屋。八间屋位于赤柱湾东侧，由2级以及3级历史物组成，因为有8间相连的排屋而得名。在1930年代，抗日战争爆发，政府为了加强海岸防卫，在黄马角兴建军营。为了安置黄马角的客家居民，在1931年兴建8间屋。8间屋是传统客家小屋的建筑风格，楼高1层，以红砖灰瓦建成。木屋还有窗框则为绿色，搭配传统的尖顶瓦面，让8间屋成为赤柱的景点之一。来到8间屋的时候，我很喜欢这里前院的氛围，因为坐在大树阴影下，看着沙滩，听着海浪声。在赤柱大街逛久了，来到这里休息，很舒服。最后我们往上走，会来到赤柱邮局。赤柱邮局是香港最古老以及现在依然运行的邮局，在1937年建成，是一座单层建筑物，拥有超过80年历史，以及为香港第12间建成的赤柱邮局，是2级历史建筑，格局小，面积只有300多尺，是全港最小的邮政局之一。但小小的空间却富有历史价值，并依旧保有维多利亚时期的样貌。由于赤柱邮局在英国国王佐治6世建成，所以可以在邮筒上面看到 GL 的字样。这个陶铁红邮箱是全港绝无仅有的，旁边还有50-60年代香港首批人手操作的通邮票售卖机，在1995年推出新的电子邮票售卖机后就停用了。门口匾额赤柱邮政局则是以人手毛笔书写。走进赤柱邮局会看见 GR 字样窗花，旧日常见的水磨石地板、横梁屋顶以及昔日木质柜台的设计。过往赤柱邮局有漏水以及倒塌的危机，差点面临拆卸。后来当年邮政署长为了保留最古老的邮局，才得以生存。昔日流传的记忆是我们寻找族群归属的脉络，而历史文物和建筑是最好的见证之一。少了一个文化保育，就少了一个许多人的集体回忆。也因为保留了旧日的生活碎片，才能凝聚成今天属于我们熟悉的面貌。拿個先，個仔。